做噩梦了。要我抱一下吗？我刚才梦见，夏晨江一定是很愚蠢的噩梦，你还想他干什么？把他给忘了。你别担心，我在这呢。啊？你做过噩梦吗？我是说，在头皮那样折磨你之后，所谓的噩梦，其实就是在想象这种回忆和扩大曾经的恐惧，属于非常不合逻辑的脑皮质活动。但不幸的，只要身为人类，大脑就会有这样的弱点，基本上属于完全不能自我控制。你就不能简单的回答是吗？是，我做过噩梦。那你现在好些了吗？我是犯罪心理学家，你不需要担心我。嗯？是。噩梦再可怕，也只是梦而已。对不起，一大早就把你吵醒了。也不会，倒也不完全令人感觉不愉快。讨厌，你走开。谢谢你啊，李先生，每天还要花这么多时间陪我们做笔录。别客气，我也是警察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秦医生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是不是肋骨又疼了？如果需要呢，可以增大一些止疼药的剂量，可以吗？没事，没那么疼。这个手术，香港做不了吗？能做，但由于他被注射大量的神经性药物，而且手术切除部位呢又临近脊椎神经密集区，风险很大。这位 Burns 医生呢是这方面的专家，由他指导，成功率会很高。我已经联系过他，他答应接受病人，只是因为工作比较忙，李先生呢必须转到美国进行治疗。难怪秦医生这么推荐去美国治疗，这个 Boss 教授确实是最好的。但是香港的手术环境也非常的棒。李旭然看起来又是一个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脾气，你觉得他会去美国吗？虽然受了这么多罪，治疗方案当然要选最好的。他肯不肯，我说了算。
好姑娘，就冲你这当家做主的架势，我马上给你安排。薄敬言呢？我已经联系了一下纽约口碑最好的戒毒康复机构，床位跟疗程已经安排好了。一样，你能戒掉的，你必须戒掉。医生说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，静言有些问题要问你，你好好回答。谢涵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你接触的？谢涵，他是美俊媛。厉一阳呢，毕竟是和谢涵有直接接触的一个人，在他身上可能会问到一些很有用的细节。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，总之你已经知道差不多了。没有，薄敬言嘴巴很紧的，他什么都没跟我说。对啊，可我却是个大嘴巴，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告诉了尹子琪。那是他姐姐，又不是外人。再说了，当时你们是在交往吧？对于我来说是，可对于尹子琪来说呢？我只是一块他接近禁言的跳板，没当真的。知道的事情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美俊媛有其他身份，我甚至不知道她是美琪。我们之前来往的，主要是在香港。他在美国没有联系过你吗？没有。静言，一阳会不会有麻烦？他是受害者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有几笔不清楚的账目，地下的律师团就能够处理的。静言，他绝对不是有意要害你的。可你当年接近子玉，却是有意的。当年爸爸反对你学犯罪心理，你3年不回家。我只是想多了解了解自己的弟弟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不就是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吗？每个人都会有的呀。只不过是最后伤害到了禁言，这是我最过意不去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是我对不起子玉。他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子玉早就已经不在意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太多事情是由他告诉你，再传到谢涵那里，最后再用来利用对付我，子玉不至于对你发那么大的脾气。你生气是因为连累到了禁言，禁言生气是因为牵连到了你。
这个局还真不好接，我都替尹小姐头疼。放心吧，她明白的。明白什么？我们顶多就是摆摆脸色、发发脾气吧。她毕竟是她的姐姐，她是家人。我知道易阳有很多坏毛病，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发现过他吸毒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也很意外。有毒瘾的人，症状都很明显，你难道从来都没有发现？也许你应该多花些心思在你的未婚夫身上。太远了，多麻烦呀！麻烦什么呀？签证啊、入院手续什么的，今年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我也会陪你去的。瑶瑶，我记得你刚开始为博教授工作的时候，连上街买个小东西，你都不愿意他帮你付钱。可是现在，你已经理所当然的让他去解决一切问题了。那能一样吗？这是他负责的案子，你又是重要的证人，这些问题让他解决，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也对，你能信任和依赖他，这是好事。那去美国的事儿就说定了啊！我现在就去跟傅子玉做最后的确认，你不准反悔。看我心情。你敢？